羊拉罐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你们了解羊拉罐吗？对于这个看似长得有鼻有眼的神秘生物，都有哪些特别之处？究竟是什么味道？本期视频大解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不是有很多的小伙伴要看羊拉罐吗？今天给你们安排上啊。羊拉罐就是赤鹅幼虫，我们俗称羊喇子所结的那个茧儿。市场上比较常见的是黄赤鹅的茧儿，在东北啊算是一道特色美食。我小时候这玩意儿发烂成灾，但现在不同了。在烧烤店，这一个5毛钱，吃的就是茧儿里面还未化成蛹的幼虫。本期的抛吃一题呢，我将大量的采用微距镜头，给你们探秘羊拉罐的神秘部位和料理方法。我们先了解一下羊拉罐。在所有羊拉罐中，黄赤鹅幼虫所结的茧儿是昆虫中最硬的茧儿。别看这么一枚小小的茧壳，却可以承受10多斤的压力。那么这么硬的茧壳是如何形成的呢？茧壳大致分为4层结构。放大观察，我们能看见最外层为一层纤维结构的丝网。如果把茧儿比喻成钢筋混凝土，这层丝网就相当于钢筋，起到支撑和增加韧性的作用。白色的部位为第2层，主要成分是草酸钙。草酸钙是由幼虫时期的马氏管所分泌出来的，经肛门排出，然后填充在丝网上。草酸钙是一种无机质晶体结构，相当于混凝土中的沙粒，起到加固的作用。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现象，为什么每个羊拉罐的白色部位都呈现不同的图案？本来整个茧都应该是白色的，但幼虫在做茧的时候，身体会不停地转动，身上的2排刺毛就像刷子一样，在身体转动的时候，就会把刚填充好的草酸钙刮掉一些。由于幼虫身体的转动是不规则的，所以羊拉罐所呈现的图案也都不一样，每个都是孤品。呈褐色的部位是第3层，也是最后最坚硬的一层，是幼虫从嘴里面吐出来的一种棕色液体。这种液体干了以后，就会像水泥一样相当的坚硬，这就是一种生物的矿化过程。第4层为保护层，是幼虫突出很细很细的丝线编织而成，主要起到保温和保护幼虫身体的作用。那么羊拉罐是怎么制造出这么巧妙的茧壳呢？首先，它会用大颚先咬掉一部分树皮，咬树皮的目的就是能够和茧能够更好的粘连，然后会拉出丝线将身体缠绕兜住。能拉出这么细的丝，跟拉面的道理差不多，就像这10盒拉面手的拉面很细很有韧性。现在拼多多国产美食专场与拉面所刚好推出联合活动，放出了1W个拉面所试吃体验名额，也是品牌上新才有的限时活动。看看啊，这整10盒都是我抢到的。我最喜欢的就是这蟹黄味儿，蟹香扑鼻，据说都是选用2两以上的活蟹做的。是又香又弹又嫩。我之前也买过拉面所，他们家的豚骨叉烧拉面真的超爱。日式猪骨浓汤嘎嘎鲜，还有一片叉烧肉，番茄浓汤的酸甜绵密的浓郁汤底开胃过瘾，还有4颗软骨肉丸，肉酥椒麻拌面，一口吃出了麻酱的香，藤椒油的麻，小酥肉的脆，这层次感特别足。但这玩意儿也不便宜，我也不总吃，赶上新品上市才出了个活动，现在限时试吃1块能抢10盒，我也给粉丝争取到了1000个试吃名额。现在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或者评论区置顶蓝色链接就能抢了，填个收货地址的事儿，名额有限，反正试试也不花钱，心动的赶紧点击链接试试看吧。除此之外，从我这边的链接进去还有专属优惠价，还给大家准备了直减的优惠券啊。身体被丝线固定好以后，开始吐丝编织最外层的纤维层，然后肛门排出草酸钙进行填充，这时嘴里会吐出具有生物硬化性质的棕色液体进行加固，最后吐出细丝编织内层，这就是羊拉罐茧壳的形成机制。那么这么硬的茧壳，黄赤鹅是如何破茧而出的呢？其实它在做茧的时候会给自己留一个茧盖，来仔细看，在茧的一端会有一个圆形的部位，这个部位并没有白色的草酸钙，从里面看的话就明显了，茧盖与茧壳并不是一个整体，但幼虫会吐出一些丝胶来进行粘连，盖的厚度也仅为茧壳的1半厚，从外面是打不开的，但从里面很容易打开。等羊拉罐到化蛹破茧的时候，用力一顶，嘣就钻出来了。我小时候经常用废弃的茧壳当哨吹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幼虫。现在茧里的幼虫已经发生了一些变态，
刺毛已经退化，身体变短，体表的色素消失。而在做茧之前，黄翅蛾的幼虫身体修长，身上有个棕色呈哑铃状的花斑，刺毛发达，具有毒性。我小时候逮马铃的时候，羊喇子经常掉我脖梗子里，被蛰以后非常的刺挠。它分为头、胸、腹3个部分，在胸部长有3对步足，每个足上都长有一个爪子。它没有腹足，但腹部有7对扁圆形的吸盘，吸力还是很强的，整个吸盘很薄很脆弱，所以运动的时候采用扩鱼的运动方式，一点一点的雇佣。在身体两侧长有2排圆形的部位，这是它的气门，尾部是它的小屁屁。在它头部像眼睛的部位，其实并不是它的眼睛，而是退化的刺毛。这个时期刺毛很柔软，不会扎手。这个像嘴一样的部位也并不是嘴，而是前胸背板。那么它真正的头部在哪儿呢？因为太胖了，整个脑瓜都藏在胸部里面了。来，仔细看，这才是洋拉罐真正的头部，其特征与鳞翅目的幼虫基本相似。头部两侧分别长有6只单眼和1对触角。这个有豁口的部位是它的上唇，上唇的下方是一对大颚，大颚的下方是下颚、下唇和舌头愈合成的复合体，吐丝口开口于下唇。它的心脏透过皮肤就可以看得见。现在的幼虫还处于休眠期，等到了5月份以后，蜕掉最后一层皮，就开始化蛹成蛾了。它的内部结构相对简单，主要就是脂肪体和气管，中间黑色的部位是中肠。中肠两侧密布的都是气管，中肠并不埋汰，是可以吃的啊。以上就是洋拉罐的基本特征。那么洋拉罐怎么吃才好吃呢？闻吃研爆，无吃直接吃身。研爆之前要提前处理一下，不管用啥吧，得把洋拉罐的壳都拍一下，拍裂，必须雨露均沾啊。有一个没拍到位，一会儿研爆的时候崩你可没商量。这样就可以了。起锅炒盐，要想味道更好的话，放点花椒、八角、香叶等炒出香味的时候，倒入拍好的洋拉罐，然后不停地翻炒，炒到啪啪出声的时候就快好了啊。最后把盐控净，你们闻一下，很浓郁的蛋白香气。来吧，开灶。先整个刺身啊，买的时候啊，他给带了一个扣壳器啊，这个往里面一压，哎，壳就碎了，然后用镊子一夹，看见没？镊子就起到作用了。不用担心它身上的毛会扎到嘴。这个时期的幼虫啊，毛已经很柔软了啊，也不会有什么毒性了。直接照，是，汁水很浓郁啊，咬一口是满口爆浆，很甜啊，甜丝丝的。有一股玉米味儿啊，还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。它蛋白质的细腻程度啊，跟那个蜂蛹是有一拼的啊，都非常的细腻。再尝一个，总体感觉呢就是淡雅啊，清甜清香。挺好吃的啊，没有啥任何的外味儿，尝个熟的啊，焦香味十足啊，熟了以后呢，蛋白质的那个香味啊就全逼出来了啊，越嚼越香，也是啊，甜度很高啊，奶香味更足。你吃不惯生的话，可以吃熟的啊，熟的好吃。吃一个不贵，咱们整一把尝尝。来，一把啊！哎呦，香甜可口啊！我这个炒的有点老啊，但是老了它越嚼越香。这绝对是下酒神虫啊！我感觉已经超过了蜂蛹的味道，蜂蛹没有这个甜。这个洋拉罐非常适合研爆啊，你们可以试一试啊，嘎嘎好吃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就到这儿啊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